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如如食谱问答时间。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素水饺。这个单元是专门为有在包水饺的，可是遇到一些问题，我们提出来解决方案，跟大家一起分享。你是不是遇到过水饺皮怎么包都包不起来，已经用水封口，还是过了一阵子又裂开？看别人包的水饺都封口封得很紧，自己的水饺皮却粘黏不紧的问题吗？你曾经遇到过水饺的内馅水哒哒的很难包吗？你曾经遇到过水饺内馅里面一点味道都没有，虽然放了很多的调味料，可是还是味道不够吗？今天要为大家分享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。以上的问题曾经都是我遇到过的呢。水饺皮很干，包不起来，需要沾上水才能包起来，还要按得很紧。等到你包完了5-6个之后，回来一看，原来你又按又用水粘的地方又爆裂开来了。那是因为水饺皮很干，没有充分的时间醒面，也就是面和水和好了之后，没有充分的时间让它能够互相融合，形成延展性。如果延展力不够的话，就会出现比较硬、厚，比较不容易包干的情况出现。如果想要好包的话，必须长时间的醒，也就是静置，使水和面粉有充分的时间可以互相的融合，它的延展性会变得非常高。根据我的经验，就像耳垂一样的软，而且它可以拉得很长，很容易包。注意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也就是说它的面团经过长时间延展性出来了之后，再擀成面皮的时候就非常难擀得圆，擀得好，因为它的延展性太高，太软了，不易成型，比较难擀成圆形的。如果和面醒的时间缩短的话，面会比较硬，面团很容易擀成圆形面皮。所以如果面团放得久的话，是粘性高，面皮的延展性好，也很容易放入比较多的水饺内馅，也比较好包。如果你要好擀皮的话，那你就是和好面醒大约20分钟之后，你再来擀的话，面皮会比较好包，可是内馅就包的不多，因为粘性不够强，所以你没有办法拉长水饺皮，因为缺乏延展性，所以没有办法放入很多的内馅，还有比较大的时间会干，还有比较容易裂开。当然如果经过揉面面团的话，那就不需要长时间的醒面，可是你会需要花很多的力气来揉面，这个是一般人一想到揉面就放弃的原因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我个人认为揉面真的很辛苦，所以我非常尊敬能够把面揉得很好、光滑柔软的人，因为通常我都会使用比较容易的方法。至于水饺内馅，时常花了很多时间，刀工也很好，切的也很细很碎，可是呢，内馅就是没有什么味道。虽然我们之后要沾酱油等调味料，可是还是希望能够在咬下水饺的那一口，能够品尝到内馅的香味、蔬菜的味道。那为什么内馅香味出不来呢？大多是内馅没有足够的时间让它融合味道。我们一般很讲究健康，所以调味料放得很少，因为有包菜在内馅里面，蔬菜会出水，会流失掉一些调味料，所以有些人就先把青菜类给烫熟之后，挤掉水分，再放入内馅里。可是问题就是说，它会比较容易失去青菜的脆感，所以要放新鲜的蔬菜，又想要有很香的香味的话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调味料要放的比平常多1倍。第二就是麻油要多放一点，使用麻油调味会使整个的香味提升一级。所以如果没有让所有的内馅充分的调和，以及放入足够的麻油，盖上盖子，内馅是很难有香味出来的。
要盖子焖，它如果没有经过焖的这个阶段的话，也没有办法使所有的味道融合在一起。所以经过了一阵子的焖合之后，当一打开盖子有出现扑鼻而来的香气时候，表示水饺内馅已经准备好了。如果打开盖子之后，你还是没有闻到内馅的香气的话，很香的飘出来，你可能还需要调整一下味道，可以取出少许的内馅试吃一下，看是要加点酱油还是加一点麻油。如果你的比例是对的话，一定会有扑鼻的香味出来。所以调整一下味道之后，再盖上盖子，再给它融合一段时间，不时的搅拌一下，差不多5到10分钟之后，你再打开盖子去闻，有扑鼻的香味出来，那个时候内馅才算准备好。你那时候就可以开始包水饺了。当然，所有的内馅大部分都会出水，最好上面使用漏网，用盆子放在下面接水，然后在包的时候稍微压一下内馅，让剩余的水分压出来，内馅干一点比较好包，也比较好吃。另外，有些会利用粉丝，因为粉丝是会吸水力，它非常强的食材，如果用粉丝切成细细碎碎的，一起搅拌在内馅里，它可以把水分给吸干，及保留它内馅里面的酱汁，这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。不过即使使用了粉丝，还是注意里面没有办法完全的吸收菜汁，所以最好还是使用滤网，放在下面能够过滤一些多余的水分，如此一来在包的时候就不会水哒哒的，就会比较好包，吃起来也口感比较好，保留着内馅的味道。煮的时候，一般来说一锅水最好是8分满，大概保留2/10的空间，放入冷水，水烧热，煮滚了之后，水面上出现了中大泡泡，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把水饺下锅。那如何知道它熟了没有呢？水饺最重要的是水饺皮，如果水饺皮熟的话，基本上内馅都已经处理过了，所以很快熟。那水饺皮如何处理呢？最重要就是点3滚，这个是由妈妈以及妈妈的妈妈传下来的。点3滚的意思，也就是当水煮开了之后，再沿着锅边慢慢的倒入冷水，反复3次。水要煮滚了之后，再放入水饺，千万记得水饺不要放得很多，密密麻麻的，这样水饺容易粘在一起，还有破掉。如果要煮很多水饺的话，分批让水饺有空间在里面回转的话，水饺会比较容易熟，而且比较不容易破裂。事先最好准备1杯冷水，开中大火，水煮开的时候，沿着锅边慢慢的倒入冷水，转1圈，煮一阵子之后，水饺会漂浮上来，然后再次冒出泡泡的之后，再沿着锅边倒入冷水，如此总共3次。等到最后一次确定水饺都漂浮在水面上的时候，可以关火，用滤网把水饺捞出来，这个时候就可以享用了。这个是常用的吃法，取出水饺，留下水饺汤。至于常听原汤化盐时的说法，留下煮水饺的原汤来搭配水饺一起，真的环保又方便。如果水饺汤内加入盐、嫩豆腐还有青菜，这样又变身为青菜汤，面粉代替勾芡，非常方便，浓稠又美味。至于水饺的调味料，真正会吃水饺的人，他们是不沾酱汁的，可是一般人还是会选择蘸酱汁。我们一般的酱汁有很多种配法，最基本的方法就是1茶匙的酱油、醋还有芝麻油，其他的变化也就很多。有些人会在里面放入一些姜汁，有些放入一些糖，如果吃辣的话又会加入一些辣椒，所以变化是很多的，可以随个人的口味而增加。建议要放调味料之前先尝尝原味的水饺，第一口先品尝味道之后，再调制调味料的用量。剩下的水饺如何保存呢？当我们包了很多水饺，
一般来说，我们在家包水饺的话，大部分都是100到150粒左右。一般来说，水饺我们包好了就放在盘子上面，先把盘子连同水饺放入冷冻，记得是冷冻，里面让它冻硬了之后，大约差不多花1到2个小时，根据你冰箱的时间可以试着检查一下，如果硬得像石头冰块一样的话，可以从冰箱内取出，一个一个放入塑胶袋里面，再放入冷冻里。这样的方法可以使水饺一个个的都不会粘黏在一起。这样的话，等到我们需要煮的时候，再放入水里面的时候就不会粘在一起。水饺粘在一起的话就很容易破，所以会往往看到一锅糊，也就是说水饺皮和水饺馅是分开的汤，就变成蔬菜加面皮汤了。这就是其中的秘诀。水饺可以从冷冻直接下锅煮，不需要化霜。如果我们的水饺一次已经煮好了，水饺吃不完了怎么办呢？如果水饺吃不完，那太好了。为什么我会说太好了呢？那是因为煎的水饺真的非常好吃。我个人认为煎水饺比煮水饺还好吃。如果我们用水煮熟的水饺，也就是煮好的，而不是生的水饺，之前分享的是生的水饺，还没煮过的，这次是煮过熟的水饺，可以直接放入保鲜盒或是保鲜袋里面，放入冷藏，也就是冰箱的上层，而不是冷冻。等到要吃的时候再拿出来，使用一个平底锅，锅子里面抹上或放入少许的油，水饺放入锅内，两边煎黄之后有点焦焦的，那个时候吃起来非常香，非常好吃，大家不妨试试看。至于内馅的部分，最重要也就是要切细切小，这样的话会比较好包，不要切太大块。另外，内馅如果想要使用豆腐，还有其他除了蔬菜以外的东西，最好事先处理过，例如像香菇要炒香，豆腐最好也炒入味之后再搬入新鲜的蔬菜，新鲜蔬菜也最好把它切碎剁碎，一般有时候先烫过蔬菜之后切得碎碎的。我们家比较偏重于使用新鲜的蔬菜，可是问题也就是说它会出水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。所以内馅，当我们准备好调内馅的时候，最方便的方法就是直接把它放在过滤网上，比较大的过滤网上。这样的话，下面拿一个盆子，架上过滤网，再下接水接汁。蔬菜会出水，因为蔬菜只要遇到盐巴就会出水。希望这一次的内容对大家有所收获。如果想要知道完整的制作素水饺的方法，请参照如如食谱的素水饺、素香菇青江菜水饺的视频，那里面有完整的制作的方法与解说。这也是我分享我们家制作水饺中所遇到很多的困难，还有解决的方法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可以分享呢？感谢大家收听如如食谱的问答时间。